第41章增气散。二长老，测验完毕了吗？萧炎望着石碑上的金色大字，缓缓地抽回手掌，瞟了一眼旁边精神有些恍惚的二长老，淡淡的出声询问道：完了。被萧炎的声音惊醒，二长老有些慌乱地点了点头。从那飘移而涣散的目光来看，他显然还处在震惊之中。1年5段斗之气，这修炼速度恐怖。许久后，缓缓恢复清醒，二长老复杂地看着面前的少年，心头莫名地轻叹了一口气。老眼之中的质疑，终于是在现实的面前消失得干干净净。黑石碑之上，金光逐渐的消散，片刻后再次恢复了深沉而冰凉的黑色。金光消散，全场依旧是一片寂静，显然众人还沉浸在先前的那股震撼之中。可高台上，二长老的咳嗽声终于拉回了全场的目光。仪式复测已经完成，按照以往的规矩，萧炎将会接受一次挑战，挑战的权限是斗者之下，谁要来？二长老目光在萧家那些年轻一辈身上扫过，轻声喝道：如果说成人仪式的测验是检验斗之气的强度的话，那么这挑战便是检验族人对斗技的修炼与掌握程度。毕竟一旦与人生死交战起来，斗技也是衡量胜负的重要原因，各个家族对此的重视程度也并不下于斗之气的修炼。听着二长老的喝声，台下略微骚乱，萧家的年轻一辈皆都是面面相觑，怯怯的不敢开口说话。刚才黑石碑上那金光灿烂的8段斗之气，可已经将他们心中仅存的侥幸打得支离破碎。现在的他们已经再没有资格对萧炎耀武扬威。萧炎静静地站立在场地中央，目光随意地在场下那些同龄人身上扫过，而每次他目光的望向之处，那些少年都是赶紧后退一步。哼，一群胆小鬼！看着周围退缩的族人，萧宁不屑地骂了一声，抬起头，挑衅地盯着场中的黑衫少年，脚步一踏，刚欲上台，一只玉手却是将之拉了回来。眉头一皱，萧宁不悦地望着自己的姐姐，怎么？他现在也是8段斗之气，你上去了也不见得打得过。萧玉叹道。萧宁嘴角微抽，也是踌躇了一下，眼角目光不受控制地瞟向不远处的轩儿，却是见到少女正温婉地注视着场中的萧炎，那副娇柔动人的模样从没在他的面前露出过。牙齿狠狠地咬了咬，萧宁甩开萧玉的手，略微有些稚气的小脸上充斥着冷意与嫉妒。我进入8段斗之气已经1年多了，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刚刚进入的菜鸟吗？望着一脸倔强与嫉妒的萧宁，萧玉也是有些无奈，迟疑了片刻，忽然摸出一枚圆润的绿色丹药，有些不舍地抚摸了一会，然后迅速地将之塞进萧宁手中，低声道：这是2品丹药增气散，能够让你短时间内拥有1名斗者的实力，不过吃了之后，你以后的1个月就得躺在床上度过了，如果不到万不得已，最好别用。闻言，萧宁顿时惊喜地将之抓在了手中，喜道：有这东西，一定能给那家伙一顿狠狠的教训。萧玉皱着柳眉，轻斥道：你别给我乱来，随便给他点苦头吃就好，万一把他弄成了重伤，爷爷都保不了你。现在的他可不再是以前那废物。知道了，无所谓的点了点头。萧宁撇嘴一笑，将目光投向轩儿，心中得意的道：我会让你知道，那家伙不过是个绣花枕头罢了。冷笑了一声，萧宁挣脱萧玉的手掌，爬上高台，高声喝道：我来。听着有人应答，全场的目光顿时汇聚在了萧宁身上，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让得他脸上的得意更是甚了一分。望着走过来的萧宁，二长老眉头一皱，将目光投向贵宾席上，果然是见到大长老那有些难看的脸色，无奈地轻叹了一口气，心头骂道：不识好歹的笨蛋，你还当现在的萧炎是以前的废物吗？萧宁并未注意到二长老难看的脸色，大步走来，得意地笑道：萧炎，就让我来试试你的战斗实力究竟有多强吧。懒散地抬了抬眼，望着面前的萧宁，萧炎却是连话都懒得应。萧宁挑战萧炎，萧炎，你可接受？瞧得萧宁已经来到了场中央，
二长老只得无奈地大声道：“你不会不接受吧？薰儿可在看着呢，你不会让他失望吧？”摸了摸袖中的那枚丹药，萧宁心头自信心高度膨胀，看了一眼台下那犹如青莲般的淡雅少女，冷笑道：“白痴！”心头吐出2字。萧炎摸了摸鼻子，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微微点头，淡淡的道：“接受。”见到萧炎点头，二长老再次无奈一叹，挥了挥手，在退后的时候用只有2个人的声音低喝道：“给我记住，点到为止。”萧宁撇嘴，萧炎同样是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。随着二长老的退开，高台之上气氛顿时紧绷。